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记得要坦诚有谋。赵丽颖现在是一线艺人，理解人的能力很强，心态也不错。赵丽颖在这一点上的流行度应该是极高的。大部分喜欢追剧的小伙伴可能都看过赵丽颖的电视剧，但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尽管赵丽颖目前在媒体上确实出类拔萃，不过其实赵丽颖之前也吃过不少苦头。总而言之，她是在一个省域被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没有家庭基础。起初走这条街很困难，不可否认，这曾经充满挑战，但她一直要求理解她的幻想，并且通过长期艰巨的工作，她有效地让每个人都认识了她。赵丽颖因为甜美的外表，一直被粉丝们视为无脑甜美。她一直被称为圈子里最意外、最清晰的女明星。显然，鉴于她太过粗鲁，她会时不时说出一些特别害人的话，苏醒人人都可以理解她，甚至还被大家冠以赵小刀的名字。再加上她的直率，赵丽颖一度被黑得厉害。在被问到是否会出演无剧本电视剧时，赵丽颖直截了当地揭开了无剧本电视剧背后的神秘面纱，称无剧本电视剧无疑是有预谋的。但坦白说，当时她坐在郑恺身边，郑恺在无剧本电视剧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听到内容的那一刻，她感到异常的屈辱，脸色直接变了。之后，她参加剧场版的时候，谢娜的牙齿被口红弄脏了，她说实话，这让谢娜很丢脸。于是赵丽颖在那个时候就被黑粉们盯上了，因为她说话没脑子，根本无法理解任何人的核心。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赵丽颖真正正直的原因，她在这个令人困惑的媒体中很重要。大家都以为她是认真、直接的，这让很多明星都喜欢和她作伴，艺人也会陪她玩。综合考虑，这是追查她最真诚的感觉，展现最好的作品的最好方式。然而，每个人都同样意识到，媒体渠道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环境。要在媒体上待很长一段时间，依靠直截了当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还有，赵丽颖成名已经7、8年了，所以赵丽颖无疑也不是完全没有深层次的欣赏人的能力。显然，少数媒体在媒体中是最难管理的。尤其是少数专栏作家，一般更喜欢向贵宾提出一些不稳定的询问，例如询问几个在娱乐圈中比较可爱的名人，以及赵丽颖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考验个人在更深层次上理解问题的能力。赵丽颖在评价赵丽颖时，被专栏作家问到：“你认为媒体中最可爱的艺人是谁？”以赵丽颖的性格，大家都觉得他会不假思索地同意这个名字，或者根本不说，只是没想到他的反应会震惊所有人。其实这样的询问看似很基础，其实是最难回答的。许多明星说他们错过了他，然后冒犯了个人。然而，赵丽颖当时表示，媒体上的华丽女星数量如此之多，但要让她选一个，她真的选不出来。最终，她说：“如果没有，我会选择自己。”网友们看到这个回复，大家都开心了。能说你嘲讽赵丽颖很重要吗？说实话，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赵丽颖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人的能力很高。她没有侮辱任何人，她同样回应了主持人的询问。可以看出，尽管赵丽颖在工作日清清楚楚，其实她同样是一个深谙人情的人。说赵丽颖成名这么久一点也不荒谬。现在的赵丽颖还在荧幕的最前沿角逐，她玩弄了严肃的节目和在线戏剧化。尽管最近她被黑了很多，但她可以立即调整自己的大脑，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到她。我自己进步的速度永远是为了展示我可以用工作和力量做些什么。你怎么看？02乐华分流暂停 IPO， 分外依赖王一博成隐忧。在李易峰翻车后，一些资金支持者表示，假设乐华的顶级工匠像李易峰一样翻车，
那么业务单一、受制于顶级专家的月华分流如何保持稳定的在金融支持者的访问？月华如何跟上对资本的吸引力？9月7日是港股首创月华分流的日子，可就在要刹车的时候，月华游乐却出乎意料的刹车了。今年春天，拥有王一博、韩庚等一流明星的月华分流向港股提出了方案。8月7日通过发布听证会，8月24日大纲开启，8月31日完成计划。然而，原本打算9月7日正式登陆港交所的月华娱乐，却在9月2日一下子发文宣布推迟全球上市，搁置 IPO。月华娱乐现在不再解释停牌的动机，最有效地提出了鉴于现代市场条件这句话。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月华相关人士回应称，受全球地缘政治、国际通胀、疫情等因素影响，资本市场持续低迷。此外，恒生指数持续下跌，新股大量涌现。月华娱乐慎重考虑，决定放弃港股 IPO， 并表示这一选择得到了字节跳动、阿里等真实股东的支持，后续准备或将视市场情况而定。然而，市场人士通常认为，月华推迟 IPO 的动机可能是估值太低。此前，月华拟在全球推广 1.33 亿只股票，其中包括 1325.6万只香港代销股、1.19亿只全球代销股，以及 15% 的超额配售方案，费率 6.8 至 8.5港元与股一致。从招股书来看，月华必不可少的收益来源是艺人控股的商业企业。2019年至2021年，这家商业企业将为月华带来 5.3 亿元、8.08 亿元和 1.175 亿元的销售额，占整体销售额的比重高达 84%、87.7%、91%，呈现出12个月到12个月增长的趋势。尽管月华的艺人群体规模庞大，但目前已经有66名缩水艺人、71名练习生，其中包括王一博、韩庚、孟美岐、吴宣仪。然而，艺人控股商业企业的销售额大部分来自于顶尖艺人，主要是著名艺人王一博。红星资本局观察到，2019年至2022年4月，巅峰10艺人的销售额分别占同期总销售额的 74.8%、83.0%、85.6% 和 84.5%。巅峰艺人的归属收益在同等期限内分别占整体收益的 16.8%、36.7%、49.5% 和 56.8%， 并在随后几年贡献了近1/2。月华在招股书中明确表示，里程最高取决于供应商 B， 整个上述期间的总购买量高达 5.63 亿元，并记录了其首席艺人王一博提供者 B 因素。据月华介绍，供应商 B 是由其缩小的男艺人管理的实体，是月华见习生项目的毕业生。艺人协议有效期至2026年。红星资本局观察到，王一博和月华透露，协议期限与2026年10月一致。现在看来，对王一博的过度依赖，一方面可以将整体的表现传递给月华，另一方面也给月华带来了隐忧。如何把美女留给资本，可能是月华娱乐 IPO 的重中之重。